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两个特别有意思的作品。我前面录了一个视频，就是在同济大学第二次讲的8个艺术家里面，有个英国女艺术家叫做 Rachel Whiteread， 讲了她的一个作品，但是我当时并没有感觉理解的那么深入啊。然后在我视频刚刚做完的时候，我突然对这个作品有了新的理解，又联系到了我之前在龙美术馆看到的艺术家展望个展当中的一件作品，然后这两件作品，我觉得其中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关联，所以今天把它们放在一起，再单独讲一下。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一般来说，我们普通人去理解这个世界上的空间和物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一般会认为这个空间是空的，对不对？然后当中有一些实心的物质的材料组合成了一些物体，然后它们占据了一部分空间，然后它们占据的这部分空间呢，我们不再认为它是空间，而把它当成了一部分物质，是不是这么理解的？一般来说，我们认为我们的世界是两部分组成的，也就是第一部分空的空间和第二部分实心的物质，对不对？这个英国女艺术家 Rachel Whiteread 1998年啊，在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然后呢有一个艺术项目，就是有4个基座，然后她在这个基座上面创作，留下一件作品。Rachel 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作品呢？就是她用透明的树脂复刻了一个下面的这个基座，然后把它颠倒了一下，放到了基座的上面。刚才所说的我们对物质和空间的流俗的理解，但是在这个作品里面，然后发生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是什么呢？这个作品的内部和这个作品的外部，从视觉的角度来看，其实是一样的，对不对？它们都是透明的。我们以前认为的那种实心雕塑是一个实心的材料，占据了一部分空间的这种观点，在这个作品面前好像受到了挑战，受到了质疑。人们就会想，如果一个雕塑的材料和这个雕塑外部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区分它们二者的东西是什么呢？哲学家海德格尔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艺术与空间》，其中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啊，他是这么写的：此种形象塑造实现于界面构成，即内外界面的确定，在其中诸界面缠绕着一个与外部相对的内部。这两句话听起来好神秘，感觉好拗口，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但是通过艺术家的这件作品，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艺术家和海德格他们在面对雕塑和空间的关系的时候，他们有了新的看法？是这样的，不再是一空的空间和二实体的物质，他们把这个元素1和元素2接触的这个面啊，把它变成了第3个元素，也就是界面。他这个作品呢，就提示了我们：第一，我们所认为的雕塑外部的那个空的空间不是空的，一个东西看起来是空的，并不代表它真的是空的。就像环绕着我们平时认为是空的空间，这个空的外部环境其实是充满了空气。空气难道不也是一种物质吗？我们不是每天都和这个东西互相影响、互相塑造？它还揭示了一件事情，就是物质的内部它也是空间。它通过这种透明树脂和空气的这种相似性，使人意识到物质的内部也属于空间，哪怕它是一种实心的这种物质的材料，它也属于空间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我们通常去面对一个雕塑，我们不会认为它内部是空间，我们只会认为它内部是一个实心的物质材料，空间被封死了，对不对？而下面我要说的那个作品更有意思，是艺术家展望的作品，叫做《石隐》，在龙美术馆的个展当中展出过。展望的这件作品，它用一种特殊的透明亚克力材料，把一块石头给翻制出来，抛光之后又放进了同样的透明亚克力的材料当中，然后透过灯光啊，我们可以隐隐约约地看见
之前翻制出来的石头的那个外形。你需要找特殊的角度，你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到有那么一层，感觉像非常轻薄那种烟雾一样。上次就是说我突然理解了这个英国女艺术家的作品，我对这个作品有了新的理解，我突然联想起来展望的这件作品，我觉得他们有一些很相似的地方。然后展望的这件作品在某些方面又更进了一步，我觉得他把这个问题又推向了一个更加深的一个层面吧。听我讲看有没有道理啊。刚才那个英国女艺术家 Rachel 的这件作品呢，它的内部和外部的这种一致性仅仅是视觉层面的，对不对？它只是看起来一样，透明的空气，透明的雕塑，只是看起来一样，但是它的本质并不一样，对不对？而展望这件作品可太有意思了，这个雕塑啊，翻出来的这个亚克力的这块石头，不只是看起来和包裹它的那个材料一样，而它本来就是一模一样的物质。它不只是看起来一样，它本身就是一样的东西。我可以这么去描述它，比如说地上有一堆沙，小朋友在上面用沙子堆了一座城堡。这个沙地呢，可以理解为这个整个世界的所有的这种还没有成型的这个本体，然后小朋友堆出来的这个城堡，就是这个本体所出现的一个现象。它的材料是从这个本体当中而来的，但是这个形是特殊的，但是也是暂时的，它不可能永远存在。这个沙丘也许被人踢倒了，也许被海浪给破坏了，然后这个沙子呢就回归了之前那个沙滩，一滴水滴到了大海里面，我们不会再看到原来这滴水的它的形状，对不对？它回到了它的家乡，它回到了曾经它来的那个地方。然后套用到这个作品上，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包裹这个亚克力石头外部的这些透明的亚克力的这个物质啊，它就是这个亚克力石头的来源。当把这个亚克力石头放入了这个它自身的物质来源的时候，亚克力这种材料所形成的这么一个现象，又回归了亚克力材料这个本体。但是在这当中有一个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亚克力石头回归到了亚克力这种物质材料的本体以后，居然还隐隐约约的让人能够辨认出来曾经的那个石头这个现象的非常非常微妙的一个形。现象会生成也会毁灭，人也是大自然当中的一种现象，人也有生成也有毁灭，我们最后就变成了一捧骨灰，也许会撒到河里，撒到湖里，撒到田野里面，我们就回归了大自然，就是我们的人这个形没有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人一直在追问，一直想去证明这个事情，这个东西存在的是什么呢？就是人的灵魂。我们总是希望人的灵魂，人的精神可以继续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上，无论是以哪种形式。所以才会有那么多故事啊、传说、追问啊。所以这个作品当中那个隐隐约约存在的那个形是什么？你真的可以把它当成这个石头的灵魂，或者说往大了说，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东西，在回归了那个本体，回归了那个母体之后，遗留下来的那个没有实体，但是又留在世界上的那么一个痕迹。当代艺术家所做的这种雕塑啊，它可不是造型艺术啊，造型艺术造的是一个不在这儿的东西，是一个视觉的幻觉。而当代艺术家，比如说展望做的这个作品，他造的可不是一个不在场的东西，他所做的是揭示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有的物质，就是揭示我们所习以为常的这种流俗观念所掩盖的这个物质本来就有的其他的可能性。这是当代艺术家干的事情，我觉得非常了不起，非常伟大。在思考这件作品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作家加缪曾经写过的东西，我给你看一下。5天来，阿尔及尔一直下雨，最后竟连大海也打湿了。我觉得这个表达实在是太有意思了。雨终于打湿了大海，和刚才展望的这件作品有那种非常相通的地方。雨水和大海理论上都是同样一种物质，雨水作为水的一种现象，又回归了大海这个母体，这个本体。然后加缪竟然这么写，说
雨水终于把大海打湿了，像不像刚才我所说的，就是一个雕塑和它外部空间这么两部分的这种关系？而打湿，就是打湿的这个动作，使雨水和大海变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物质。没有人能看到雨水打湿大海，但它的这个表达，我觉得特别诗意，特别神秘，特别美妙的这个地方呢，就在于本来不应该存在的两样东西，在艺术和诗歌当中存在了，使本应该融合合而一体的这么两种物质被区分了开来。亚克力中的亚克力和大海中的雨水，本身这种表达是自相矛盾的，而艺术家和作家，或者是诗人嘛，我觉得这个太有诗意了，却使这两个本来不存在的东西成为了可能，然后引起了人的对事物和对世界的一种全新的一种思考。所以艺术真的特别奇妙。还有刚才我说的关于海德格尔的这篇文章《艺术与空间》，我真的建议，不管你是艺术家也好，还是艺术爱好者也好，你去读一下。曾经有人说这篇文章啊，《艺术与空间》这篇文章是海德格尔所有的文章里面最难的一篇。但是我不这么认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艺术，有艺术作为对应。当你有物质承载的思想的物质作为对应的时候，你很容易在两者之间找到关联，然后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其实哲学家早就已经思考过、梳理过，写得非常清晰。但是如果你仅仅是去看这个文字的话，会一头雾水，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而且文字又特别晦涩，特别拗口。但是如果你在艺术当中找到了对应，那么一切都会变得非常的清晰敞亮，不管是对于理解艺术也好，理解哲学也好，都有很大的帮助。在这本书依于本源而居，是海德格尔的艺术现象学文选，我真的推荐大家好好看一下，不要害怕，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吧，希望大家有所收获，拜拜。